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2个，第一个，中国平台经济风暴骤起，中共汹汹批斗互联网企业啊。第二个主题是拜登派前高官访台，然后是克里出访上海。先说第一个主题啊，那么先讲新闻，然后我们再回顾和评价。市场监督总局4月13号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那么中国34家互联网企业参加了这次会议啊。会议要求发挥阿里案警示作用啊，互联网企业、平台企业要知敬畏、守规矩啊。那么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1个月内全面自查自检，逐项彻底整改，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啊。这就是一个文革式的批斗大会啊。那么挂牌子整人啊，那么搞运动，这就是中共非常习惯的那套东西啊。叫什么？叫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啊，就是把这个阿里拿来做什么？做典型啊，以前就是竖典型、黑典型、红典型都抓出来示威啊，那么示威，然后呢，所有的人全部跟着一起整改啊，就是中共最习惯的这种搞运动、搞这个批斗大会啊。今天就是这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要特别来讲这个事情，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如果是依法治国应该怎么做呢？依法治国就是很简单，有1家违规处罚1家啊，有2家违规处罚2家，有100家违规处罚100家，没什么好说的，全部都要依法办事。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选择性执法啊，抓阿里出来示威啊，示众啊，处罚给大家看。罚他182亿啊，然后全行业开批斗会啊，然后趁机搞运动整人，这就是共产党最习惯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会议指出，平台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风险与隐患逐渐积累，危害不容忽视啊，依法规范刻不容缓。然后会议细数平台企业的7宗罪啊，哪7宗罪呢？强迫实施2选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尖并购啊，烧钱抢占市场团购市场、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啊，然后实施涉税违法啊，这个拼凑出了7宗罪啊。那么其中啊，强迫实施2选1问题尤为突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突出现象啊。那么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啊，强迫实施2选1行为，限制市场竞争，遏制创新发展，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危害极大，必须根治。他为什么要拿2选1出来讲？其实这里面呢，2选1呢是一个公分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平台经济利用他自己的这种控制性的地位，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个一点都没有疑问啊。那么规范平台经济，规范这些平台企业，非常合理，应该这么做。但是中共把这件事情变成另外一件事啊，变成什么事情啊？你看他冠冕堂皇讲的非常的好听啊，可是中国最垄断的不在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是互联网各个平台互相竞争，它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啊。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淘宝平台经济，你搞得太过火的话，京东会告你，京东跟他竞争啊。然后你京东起来了以后，其他又起来啊，就拼多多又起来
拼多多一起来，你二选一，你就不好二选一了。后面你就当这个竞争平台互相在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在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是当然，政府去介入制定一些规则，这是好事。但是中共的目的并不在这里啊，因为你可以看国企全部都在垄断啊，从这个两桶油到烟草企业，全部都在垄断啊。你这个这么高的调子，你直接套到国企身上比套的这个平台经济要强得多啊。那么他为什么要拿二选一来讲？民愤极大啊，容易引起这个群众的共鸣，而且冠冕堂皇，调子可以拉得很高，而且可以这个叫什么上纲上线。只要我这个说得通，我怎么说都可以，后面就怎么说。你比如说，他一说二选一，限制市场竞争啊，这个没错。然后他就说这就是资本任性啊，然后这就是无序扩张的突出反应。这个两者根本没有一毛钱，跟资本扩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前面说二选一，容易得到大家认可，就是这中共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啊。这种世界上有两个逻辑，一个是叫逻辑，一个叫中共的逻辑啊。然后呢，就是把所有的政治，其实他这个所有里面讲的就是一句话：资本扩张啊，无序扩张是往资本扩张这件事情上泼污水啊。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就资本扩张。没有资本扩张就没有市场经济。什么叫资本扩张？我开了一家商店啊，这家商店生意很好，我把隔壁的店面也租下来，一起做我们的这家商店。哎，生意更好，我再去把另外一家店也盘下来，我把这个店开得那么大，这就叫资本扩张。资本扩张是什么？市场经济发展必由之路。没有资本扩张就没有市场经济。他把市场扩张、资本扩张叫什么？叫成无序扩张。无序扩张是什么意思？无序扩张就是野蛮生长。野蛮生长的前提是什么？野蛮生长的前提是没有法治。如果你是个法治的国家，就不存在野蛮生长的问题。野蛮生长的原因是什么？政府不作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资本无序扩张，资本是一定是扩张的。至于序是什么？序是政府的规则，或者是这个社会制定的法律，这就叫序。无序是谁造成的？政府造成的，你没有执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责任不在资本，责任在政府。那么他把这个资本无序扩张把它怼到什么呢？怼到互联网企业当中去，那什么意思？他就是要打击互联网企业资本扩张，就把互联网企业的扩张叫资本无序扩张。那么互联网企业，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过啊，互联网企业过去几年时间，其实在5年前，互联网企业就开始像什么呢？互联网企业就开始向这个传统产业渗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互联网企业已经发展20多年，10几20年下来，互联网的发展非常的快，非常快。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资本的这个支持。就是说你在某一个市场，发现这个市场成立，市场有商业模式成立，马上它就获得大量的资金，因为中国市场很大，所以资本市场很愿意给这些企业提供资金，让它迅速扩大，迅速占领市场。所以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当它发展的非常快的时候，10几年下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它渐渐的开始饱和啊。当它渐渐开始饱和的时候，这些资本企业它每年都希望自己增长，
他不能够无所作为。他企业是不增长的话，这 CEO 可能就给这董事会给开除了。所以他都在寻找市场，寻找新的市场，保住现在市场的情况下去寻找新的市场。他就发现这互联网企业就发现，哟，传统行业机会很多，把这个互联网的技术跟传统行业结合起来，啪，又是个新的商业模式。所以互联网企业就纷纷向什么呢？往传统行业渗透。举例，蚂蚁集团，蚂蚁集团就跟谁呢？跟中小银行合作，我帮你干嘛？我帮你找客户，你呢把钱贷给他，这就是花呗啊，就花呗借呗就这么出来的。那借钱的是谁呢？借钱的是银行，他中间干什么？他中间撮合一下，而且告诉你这个信用度怎么样，这个信用好的我给你，信用不好的我就不给你，因为他手上有数据。这就是互联网跟传统行业一结合，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啊。那这就是一个，这是什么？他就开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叫，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经济现象。那么符合经济规律，经济就是这么发展，就是互联网产业它向传统产业溢出，我们叫经济现象叫溢出，寻找新的市场，寻找新的机会，确保企业发展的空间。那么这也是中国经济保值增长、提高竞争力的一个结果，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对中国是有利的。这件事情是对中国有利的，对消费者有利的啊。那么优势企业占领市场，淘汰低效率的企业，兼并劣势企业，让资本、让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率，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优势，这也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啊。那现在愿意吗？不愿意，不愿意怎么办？打击他们，喊政治口号啊。那么中国去打击这个互联网企业，我经常讲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最高效啊、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你打击他们，其实最终是打击什么？打击中国经济啊。那么会议明确提出，平台企业要把握正确方向，这是喊口号了，就政治口号了。增强责任意识啊，坚持国家利益优先，这是政治口号了，这已经是啊。坚持依法依规运行，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做到5个严防和5个确保啊，哪5个呢？严防资本无序扩张啊，确保经济社会安全啊，这就开始往上贴标签了啊，经济社会安全，这不上升到经济安全的角度，意思就是互联网企业你不是我们自己人，国有企业是自己人，你把市场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这个经济就安全，社会就安全，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讲政治了，开始讲政治了。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啊，这就是屁话啊！国有企业的垄断他就不讲啊。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新发展；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各方合法权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啊。那么，各平台企业要对照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全面排查涉税问题，主动开展自纠自查啊。市场监督总局将组织对平台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整改期后再发现平台企业强迫实施2选1等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那么他在对这个互联网企业发出这个威吓啊，说政策底线不可逾越，法律红线不可触碰啊。其实要讲的后面那个就可以忽略，主要是政策底线啊。中共是靠政策治国啊。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把这34家这个平台企业列出来，什么爱奇艺、百度、贝壳找房、滴滴、当当、多点、京东、快手、美团、每日优鲜、奇虎360、去哪儿、搜狗、微店、58同城、新浪微博、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叮咚买菜、饿了么，叮咚买菜我第一次听啊，国美、盒马生鲜、拼多多、携程、小红书、阅文、苏宁易购、阿里、贝贝网、蘑菇街、网易严选、云集、唯品会、腾讯啊。那么这次就是把这个阿里拿出来批斗给大家看。那么这些企业加在一起，总市值猜一下多少？2.7万亿美元啊，超过英国的 GDP 啊，超过1年，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权力任性啊，权力任性。我们对应什么呢？我们对应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拜登总统4月12号在白宫罗斯福厅和美国的大企业领袖举行视频峰会啊，那么名称叫什么？半导体与供应链韧性 CEO 峰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什么呢？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啊。那么19个美国的大型企业高管参加了会议啊。那么还不仅仅是美国的大企业，还有其他的企业，3大车厂啊 CEO， 然后谷歌、革新、帕卡。恩智浦、台积电是台湾的 ，AT&T， 恩智浦是荷兰的三星、戴尔、英特尔、美敦力然后是飞机制造商这个诺斯洛普格拉曼惠普康明斯、美光还有一个是格鲁曼，另外一个是格鲁曼这是飞机制造商格鲁曼你这2件事情放在一起对比就很有趣哪一个国家是正常？你看得很清楚了，这一比较你就知道。先说形式，中国是用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行政管理部门，就是掐住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加上谁呢？加上这个网信办网信办是可以直接拉掉你的这个网关的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工商局可以把你执照收掉的人，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税务总局税务总局是直接查你的税，然后那个工商局是直接收你的执照，然后这个网信办是直接关掉你的网关，直接把你封掉你的网站。这3个机构对这些网站来说，那就每一个部门都能要你的命这3个部门联合把这些人找来开会这是一个然后美国这边是美国总统亲自请各位 CEO 来开视频会议，因为这个本来是要去白宫开，算了，我们就开视频吧，一请那么请谁呢？请美国最厉害的企业，加上全世界最厉害的企业不一样吧？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中国是禁止互联网企业，你不能资本无序扩张，这里不能碰，那里不能碰，我跟你讲政治，搞运动，批斗会中国是这么干然后美国是什么？美国是邀请全世界最厉害的企业来巩固自己的供应链这不一样不一样引发这件事情的是谁呢？引发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中国的首富那马云马云是中国平台经济的始祖阿里巴巴是中国平台经济的始祖，马云也是中国的首富这件事情我们梳理一下，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去年蚂蚁集团上市马云是蚂蚁集团的大股东，那么所有的矛盾都在蚂蚁集团上市前爆发那么
蚂蚁集团的幕后政治角力啊，指向当然是财富分配，最后双方翻脸啊，那么导致这个蚂蚁集团上市被取消啊，这是一个导火索。这件导火索把所有的矛盾全部爆发，一方面是分赃不均导致的双方翻脸，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是中国的国有大银行对蚂蚁集团的商业模式极度不满啊，非常恐慌啊。那么这种不满在这件事情也爆发出来。那当然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刚才讲的，蚂蚁集团帮助中国的中小银行进行网络贷款、网络小额贷款，然后一口气就用1年时间就把中国的这个网络贷款、网络小额贷款一口气1年时间就占到了20%多，将近30%，占到市场，1年时间就占到30%的市场。那这些大银行不吓得够呛，这再往下跑成什么结果？为什么？因为蚂蚁集团手上握着支付宝，支付宝有大家消费的大数据，大数据能够帮助他通过一种算法，你看刚才前面讲算法垄断，他就一种算法，用大数据，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帮助中小银行控制风险。中小银行一控制风险，它利润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小银行就高度依赖蚂蚁集团，把钱都交给他进行网上信贷。这一上来这就动了这个中国大银行的蛋糕了。大银行这一看不得了，这个中小银行把我的生意全抢跑，那怎么办？收拾蚂蚁集团。结果就是蚂蚁集团上市被取消，然后进行全面改制，针对蚂蚁集团出台各种规章制度，就是要限制蚂蚁集团，把蚂蚁集团原来的经营优势全部给铲平啊。那么当然这个动作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我们刚才讲蚂蚁集团上市，利益双方的这种最后是翻脸。翻脸就意味着什么？一不做二不休呗。一不做二不休，针对蚂蚁集团的斗争就变成了针对马云的斗争。马云要斗马云，那当然不能放过另外一家公司，叫阿里巴巴啊。那么阿里巴巴就成为中共的整治对象。阿里巴巴是个什么？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就成为一个整治的对象。这种延伸，这种演化非常典型，这就是中共的延伸和演化。最终火烧到哪里？烧到了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再给他安一个理由，为了合理化对阿里巴巴的处罚，其实是为了合理化阿里巴巴的处罚，整个平台经济一起整吧。最后把这个背后的政治逻辑讲出来，就是资本无序扩张。你可以看啊，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偶然性。偶然性是什么？偶然性就是马云啊，或者说我们说蚂蚁集团的上市，这是个偶发事件。那么背后也有必然性。必然性是什么？就是互联网企业对国有企业的这种市场利益的这种侵略啊，或者是叫渗透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偶然性，这个必然性未必会发生。就是说，如果没有蚂蚁集团这件事情，可能平台经济的整治也不会发生，它可能就往前走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人治。人治讲的是什么？人治讲的就是这样啊。那么，这种情形其实非常典型的发生在文革啊。你可以看文革经常发生，一场运动一来，批林批孔啊，一场运动一来，批林批孔，批林批孔批周公，一场运动又来，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你看得过去都是政治运动，其实都是整人，它是从整人开始，结果整人，我们说整人是什么？整人就是偶然性，整人就是偶然走个体嘛。你要整邓小平，
批林批孔整周恩来，整周恩来，结果整成了什么？整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大家陪着一起批林批孔。然后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反击右倾其实是整邓小平，其实一整着就变成全国性的运动，然后背后又组织什么各种政治理由。你看上去你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是在整邓小平，也不知道在整周恩来。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中共的模式就是这种模式，它的起头呢，它不是一上来就是政治运动。它起头都是针对某个个体，你比如说像这个像上海它从哪开始？从荣毅人开始，荣毅人那么有钱，弄点钱给我们市政府呗，市政府给点钱呗，荣毅人不愿意，为什么呀？我们都在交税，不愿意是吧？不愿意去抢了，那就公私合营了，想个办法公私合营啊，那就推吧。都是这么开始的，很多事情都是中共的事情都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呢，你从不断的就是从整人开始，最后变成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去搞运动，共产党就是这么干，共产党就这么干啊。那么其实这就是一次重复啊，一次重复什么？就是一次重复。就是你可以看，我为什么讲这次会议就是文革的一场运动的一个缩影啊，就是文革一场运动的重复。所以我讲的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文革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不小心中共又来一出，这件事情非常典型。你看他喊的这口号都是一样的。这个口号还是有点还没有完全放开喊，放开喊可以更凶狠。其实他这次口号已经很凶狠了啊，上来威胁你啊，说什么这个叫什么？我念给他，刚才我讲的很凶狠，政策底线不可逾越，法律红线不可触碰啊。什么上来就是国家利益啊，国家利益优先。国家利益优先，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如果没有企业，企业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利益履行社会责任，严防5个确保5个严防，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已经超时，我简单的说一下啊，两个，第一个。美国总统拜登委派前参议员克里斯多福和2位前国务卿，一个是阿米蒂奇，一个是斯坦伯格啊。那么4月13号前往台湾访问啊。那么美国高官在诠释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这显示美国对台湾及其民主的承诺重大信号啊。然后就是参加。在美国和台湾庆祝台湾关系法42周年之际，派这支非官方的代表团，那么去台湾。那么当年这个拜登是作为美国参议员曾经投票支持这个法案啊，这是一个，我就不具体说了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将于4月14号到17号访问上海跟首尔。那么克里将重点讨论全球气候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克里将将在上海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啊。那么另外和一名负责经济和气候变化的高级领导人进行视频，这个人可能会是韩正。那么有消息人士还透露，克里还可能会和王毅和这个杨洁篪会谈啊，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啊。克里其实这次去上海就是为峰会做准备，气候峰会做准备大概就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这个问题呢，我必须大声疾呼啊，因为这件事情，中共一不小心呢，就露出他的牙齿啊，所以我经常讲，他憋不住的，经常会一不小心就露出他的牙齿。你看这次又露出他的牙齿，所以我是坚决要把这件事情，大声的告诉全世界啊。明谢 model in paddle 啊，谢谢啊。情况，朋友公司高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一董事说，新疆棉花事件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就是利益问题，利益背后操纵和对抗，下面的人被说的一愣一愣，感觉国内阴谋论思维无处不在啊。没有评价，不值得一评啊。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利益问题，那你就把这个利益讲得清楚一点嘛。啊，我也没看到他讲得很清楚啊。观点 ，CCP 没有法治，只有集权和绝对的控制。在被 CCP 长期洗脑以后，很多中国人也就相信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需要捍卫的人权和普世价值，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斗，就是这样。观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崛起，客观因素是国内市场巨大。阿里今天所谓的成就是马云投靠中共权贵阶层以获得垄断地位的必然结果啊，有必然结果。很多年前，我的一个工商总局的亲戚就告诉我，没人敢查阿里卖假货的事情，都知道是江的人。马的今天下场完全不值得同情。我觉得是值得同情。大家知道，如果你不去同情马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是下一个。为什么？你要知道，中共可以这样对付他，没有人去反对，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话，他下一个就会这样对付你。所以，所有的被中共对付的人，我们都要去同情他。这就是反抗中共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至于说马云最后，马云是不是完美？我告诉你，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任何一个被中共打击的对象都不会完美。如果因为他不完美，所以我们就不支持他，那就意味着什么？中共每次都会得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你啊。马云是值得同情啊。观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都不是自己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巡视组下来，国有企业搞样板戏，走过场，有人举报贪污腐败等，中央有人调查，他们提前收到消息，来了就吃酒、喝酒、吃肉、找美女。国有企业就是老树盘根，关系通奸，一手遮天。中共现在是互联网思维治国。过去马云、周鸿祎等人利用互联网思维致富，他们想跟这届政府争流量，引来互联网整治。不对，没有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跟政府争流量，没有人敢啊！政府想整谁就整谁，跟他的表现没有关系。中共要整谁，跟那个人的表现没有关系。就像你那里有座房子，他好好的在那儿待着，突然他要修路，就把这房子给拆了，跟这房子有关系吗？跟这房子没有关系啊。这个房子在这儿待了10几20年，招谁惹谁了？结果你要修路，所以他要整你，跟你没关系，就是他要整你啊，这就是中共的思维啊。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所在的互联网公司是一家美股上市公司，汽车垂直媒体，汽车之家吗？
上礼拜被网信办要求停止新用户注册1周，理由配合网信办调查用户的违规行为。平台活跃用户1000万左右，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受到了影响。这种管制下，互联网公司越来越不好做，这就叫权力任性啊！他凭什么让你停1礼拜？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个人利益在里头啊。观点：中国现在的趋势是国有经济为主，官僚经济为辅，私营企业补充，外资企业自求多福。官僚经济是什么鬼？官僚经济是什么鬼？没懂。观点：最近还是不断看到马云被整，是应该或是咎由自取这一类的言论。这背后还是人治不是法治的逻辑。任何企业和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法治就是依法治理企业，而且公平公正。国企跟民企一视同仁，美国也有分拆市场、分拆垄断企业、垄断市场的企业，但是不可能像 CCP 那样杀鸡取卵。任何一个嫌疑犯都应该经过法庭公正审判。情况，王老师你好，本人十分反对建核电，虽然看到核电已经对人类生活不可或缺，这次认真审视日本排核废料，从各方科学分析来看，无可厚非。经过处理后，排放量控制得好，也不会超标。核废处理后入海是全球通例，中国也是把核废料处理后排入大海。仅大亚湾一家每年排放的量比福岛大得多得多。中国要谴责日本排核废料是可以的，请把中国境内所有的核废料拆了再说，核电站拆了再说吧。我今天看到一个图，我给大家看，我没打印，所以这个我还是要提高我的技术水平啊。本来可以切换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技术我还是需要进步啊。OK， 我看一下在这里吧，看一下。哦，在这个上面，在电脑里我就没办法给大家看，这就没办法。这个图呢是日本他们做的一个图，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过去10几年，这个全世界向海洋排放的这个核废料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你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一看，福岛核废料的这个含量其实是在这么多里面是倒数的倒数。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去关注这件事情很好，而且给日本政府压力也很好啊，就是让这件事情的标准定得越低越好。为什么？下次谁在排核废料的时候，就按照日本福岛的这个标准来要求它就好。你说呢？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这挺好，非常好。你比如说中国这么多核电站，你看看吧，看着它什么时候开始排放这个核废料，看它的标准是多少。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福岛的这个核废料的标准记牢了。下次啊，中国、其他美国、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包括韩国啊，都反对可以。你看看你们的排放的标准是多少，这个拿出来比一下就知道了啊。情况，我是程序员，有时候会用爬虫抓关键词。看过各国新闻，阿里被罚，中国国内叫好一片。其实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好事。微博关键词抓到2021年4月截止，大 V 们满满的求生欲，明星复制粘贴的表演，所有平台无法说出真心话，涌出来大量中国特色的水军，不懂医学的人在鼓吹中医，不知历史的人在学习党史。我看着这个产生我母语的国家渐渐与全世界为敌，然后一盆浑水带着蛆泼进网民，
被敲开的天灵盖里。今天决定关闭所有的 API， 到此为止。OK， 不爬了。提问：王老师觉得中国会把气候变化作为和美国角力的砝码吗？就像以前中美贸易协议一样？不知道，我现在对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我还吃不透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我们先看看戏吧，好不好？提问：王先生怎么看克里这样的高官？我没看法，我对他不了解。前国务卿，然后没有，我对克里不了解，所以我没办法评。请问王先生，中共会彻底毁掉阿里吗？任性到哪一步呢？不知道，这要问中共自己了，要问习近平了啊！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习近平定。那么毁掉它，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那么现在你都已经跪在地上趴在那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对吧？现在主要是在收拾，主要现在还是收拾蚂蚁集团。蚂蚁集团对银行的威胁太大，所以现在主要是整治蚂蚁集团。阿里就这样啊，阿里这些东西就这样啊，因为它毕竟是阿里核心的属性是什么？它是核心属性还是基础设施啊？就有点像农贸市场，农贸市场你不能让它没有了，关掉农贸市场影响很大。观点：马云被抓，马云什么时候被抓？就像洪水淹了一个你讨厌的富豪，如果你高兴淹他，就不去堵洪水，那么洪水迟早会淹到你。这洪水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利。OK， 观点非常同意王先生说应该同情马云，这和马云如何发家、如何制定互联网规则没关系。我们应该同情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可以随便被 CCP 扼杀这件事。这是两件事，应该分开讨论啊。中国社会的设定就是任何人和企业都无法做一个干净的人或者企业，你必须苟活于某派权贵权力之下。如果民企认为这样不完美，就活该被整。那每家企业都应该被 CCP 整，这就是中国社会可怕之处。说得非常好，我就这个意思。马云是完美的吗？马云当然不是完美的，他能活到现在，他不干点坏事行吗？肯定不行啊，对吗？你想是不是？在中国社会，你不干点坏事，你能活到今天？不可能的事情。那他干了坏事，所以中共整他就是活该吗？不能这么看。为什么？你活到现在，你也得干不少坏事，每个人都干了很多坏事。你在中国这个社会生活，都干了坏，都得干坏事。所以我在我之前的文章里面讲，做好人很难，做坏人才能活下去的社会。当你发现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得离开，就是这个意思。情绪，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强制要求打疫苗，但是连打的哪家疫苗都不知道。但幸好注射2针后都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这种强制的手法真的是第一人权国家。更可悲的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侵害他们的人权，只是觉得国家对人民很好。以前也有试过和父母讲墙外的事，但他们会警告我要小心说话，不知道是否和父母那一辈经历文革有关。打服啊，这就是所谓的打服啊，就是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啊，那就是看见中共就想起棍子啊，看见领导就想起那根棍子，那个棍子不一定落到他身上，但是他亲眼看见这棍子把无数人打得血肉横飞，所以有没有落到他身上没有关系，他知道中共手里有根棍子，所以他就不敢说，不敢动。这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他们有个口头禅，叫什么？小心倒霉，小心倒霉。提问：加拿大执政自由党
党内大会刚刚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法案，旨在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并降低加拿大的贫困率。因为目前还只是党内法案，所以没有具体实施方案。但这肯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很多人也担心这种全民基本收入会不会降低大家的工作意愿。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全民无差别发放基本收入的政策？共产主义不就是这样吗？按需收入嘛，保证你的最基本的需要嘛。共产主义给大家描绘的前景不就是这样吗？对吗？这就是一个理想，一种社会理想。社会理想是什么？一个正义的社会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保障那些生活，就是我们讲弱势群体，比如说你挣钱能力不够啊，那你遇到了一些困难，这都是弱势群体。社会公益的本质就是保护弱势群体。他的这个方案具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意图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很厉害啊。那就是说，就是要衡量什么呢？衡量你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厉害。一个政治领袖，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评估准确，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能力去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过头了呢，就变成委内瑞拉啊；做得正好呢，大家都高兴，就是这样。所以，无差别发放呢，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保障的一个，其实它就是不管是什么，把那个社会安全网建好，就这个意思啊。我没有对这件事情太多的了解，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性质而已。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华人一看见福利啊，就像看见了仇人一样扑上去蜂咬，觉得自己交了很多税。我没有意见，我是希望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的军舰有多厉害，你的飞机大炮有多厉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就是对弱势群体非常强有力的支援，这就是强有力的国家。观点关于气候问题，美国不用太把中国的态度当回事。气候问题，欧洲国家更上心，中国不配合，美国和欧洲的结盟之路更平坦，到时候中国就会上赶着参与啊。观点，毁掉这类巨头不可能，还需要他们的创新力，还有通讯工具的监控功能，毕竟是免费的，只是不想让这些平台具有一定的威胁力。还有这类巨头目前对市场竞争确实产生了破坏力，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观点，有人罚了2000块，不甘心，以死相逼。有人被罚了200亿，放下了心，还要感恩戴德，真是个可笑可悲的社会。情绪，我就问这里所有的大陆的网友，你们心里有没有想过拿点公司的纸巾或者供应商的好处回家？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某件事整一下同事？甚至有没有想过看到类似马路上有人摔倒，但想起了南京扶老奶奶的事情，心里还想着别管闲事？如果有，那么有一天批斗到你头上，你也会被其他人认为活该。说得很对，就是这样，就是个道理。情况，前段时间美国排世界医院排名，没有中国的医院，国内小粉红感觉被冒犯，用疫情来嘲笑欧美，真的无知的可怕。OK， 好吧。明谢三门高，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老师的那句企业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让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感动的哭了。好吧，企业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没有企业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国家利益。如果这个国家不在乎企业的利益，这个国家是不道德的。
如果这个国家侵犯个人利益，这个国家就应该灭亡啊。Rene Max， 谢谢 ，James 叶，谢谢啊。情况，北京金融法院明确表态 ，P2P 刑事、民间借贷案均不受理，那这要什么金融法院干什么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